你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孩子的内心世界就像一团迷雾啊？你知道他在想，但到底在想什么？哇，真的是很难看清楚诶。好，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个超级简单但又出奇有效的方法，可以把那些看不见的思绪，把它变成我们看得懂的地图。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场景哦。我相信呢，很多爸爸妈妈、老师啊，一定都心有戚戚焉。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好像跟孩子之间隔了一道墙，特别是在讲功课、讨论学习的时候，哎呦，怎么说都说不通。这种挫折感真的，你看，你以为他都听懂了，结果你一问，答不出来，然后你可能就觉得他是不是在分心啊？是不是根本没在想？但其实真相往往是他的脑袋里想法太多了啦，就像一堆散落的拼图一样，他根本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拼。那到底该怎么办嘞？关键就在于一个观念上的顿悟，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核心，要怎么让那些乱七八糟的思考变得清清楚楚、看得见。这句话我跟你说，真的点亮了一切。它出自《9公流教育学》这本书，根本就是一个让人啊哈的那种 moment。原来孩子不是不会想，他们只是少了一个像书架一样的格子，可以把脑袋里的想法一个一个好好的放上去。好，那这个神奇的格子到底是什么呢？噔噔，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9宫格。你看，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3×3方格嘛，对不对？但它的力量可不简单。它就像一个思绪整理师，能把一个超复杂的大问题切成9个大脑可以轻松消化的小格子，然后带着孩子的思维一步一步从混乱走向清晰。所以你看9宫格是怎么运作的呢？很简单，你把主题放在正中间，那周围的格子就好像是它的好帮手。这个格子负责找重点，那个格子负责想例子，再来分析一下前因后果，甚至最后做个总结反思。你看，这根本就是一套完整的深度思考训练嘛。好，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9宫格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棒，但生活中要怎么用啊？别担心，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 CARS 系统，就是一套把这个理念变成具体行动的超实用工具。这个 CARES 其实就是5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它代表一个完整的学习循环。你看C 就是 Connect 连结，从生活中的问题出发。A 是 Action 行动，把想法变成具体步骤。R 是 Resource找资源，回头去书本里找理论来支撑。再来 E 是 Emotion 情感，反思一下内心的感受。最后 S 最重要 Solidify 跟 Share 固化与分享，也就是用自己的话说出来，或是教给别人。所以你看，这套系统的目的，它不是要你抄笔记，它是要帮你建立一个思考的闭环。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 CARE 系统是什么，但更关键的问题来咯，所以呢，对不对？跑完这一套流程，到底能帮孩子培养出哪些真正能带得走一辈子的核心能力？答案就在这里，这4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无比重要的问题。CARS 系统训练的，说穿了就是回答这些人生大哉问的能力。我该从哪里开始想？我要怎么动手做？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还有，我该怎么分享我学到的东西？你想想，这可不是什么考试技巧这是能用一辈子的生存技能啊！好，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点最实际的。理论听起来都很棒，但到底要怎么带着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一步一步做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2种已经被验证过而且超级有效的方法。这2种方法可以说各有巧妙。你看第一种5WH 加2张图，这种就非常适合用在比方说阅读理解这种有固定结构的内容上。那第二种先问后填，就更适合像科学观察或是那种比较自由探索、没有标准答案的活动。好，我们先来拆解第一种方法。
它的核心大家一定不陌生啦，就是5WH 嘛，人、事、时、地、物，对不对？但它最巧妙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于它最后还多了2个很特别的格子，要让孩子用画的。你看这张图，就完美的展示了这个格子的设计。前面6格就是基本的人事时地物嘛，但最棒的设计，我跟你说，在下面，他留了2个空白格，让孩子去画出场景，或是他们觉得最关键的那个细节，最后再用1格做个总结。这个设计真的太聪明了，他给了孩子一个起点，就不用去面对一整张白纸的那种恐惧感。好，接着我们来看第2种方法。这个方法可以说是把角色整个翻转过来了。它更强调的是什么？是好奇心。它的核心精神就是要让孩子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一个主动的探险家。它的流程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活动开始前，比方说我们要看一段影片或观察一株植物，就先让孩子在9宫格周围的8个格子写下他们想问的问题。等活动结束之后，再让他们带着这些问题自己去找答案，然后把答案填进去。你看，整个过程就把学习从被动填答变成主动寻找答案了。那么当孩子开始用这些方法之后，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化学反应呢？我跟你说，这不只是学会一个工具这么简单哦。这是一趟从拥有一个思考的框架到建立起内在自信的蜕变旅程。我们可以把这些令人惊喜的转变归纳成5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关键改变，而且这5个改变真的非常深刻。你会先发现，孩子变得更愿意开口回答问题了，然后接着你会很惊讶，他的表达怎么变得这么有条理。再来，他问的问题会从单纯的是什么变成更有深度的为什么。慢慢的，他会学会自己去整理、分类资讯，而不是一直等你给答案。而这一切最终会汇集成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他会开始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思考的。所以，让我们回到这整个分享的核心里面，9宫格它不是一个教具 ，CARES 系统它也不是一种笔记法。它们的本质都不是工具或方法这么简单，它们真正的价值是扮演一座桥梁，一座让孩子内心那些看不见的思考变得清晰可见，可以被整理，可以被分享的桥梁。好，我们今天的探索就到这里。最后，我想留下一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既然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思考需要一座能被看见的桥梁，那么你准备好要动手为你的孩子去搭建那第一座能让他的思绪自由奔跑的桥梁了吗？